未来的战争是什么样的？而未来战争背后的国防军工巨头又是什么样的？ The military actually has to be scary. Alex Karp is here. He is the co-founder and CEO of Palantir Technologies. AI support genocide. Shame on you. 那这期视频我们来讲讲这背后的神秘巨头 Palantir。2024年5月，在印巴边境的上空上演了一场真正的现代化空战。如果说2019年的印巴空战还是一场依靠目视距离作战的空战，作战半径在几十公里，6年后的今天，这个作战半径已经被拉到了200公里，双方战机进行的是超视距作战。那么在这样的翻天覆地变化的背后呢，依靠的是一套数据链攻击的能力。这种算法与硬件的结合呢，在军事上被称为数据链攻击。1个月后，在俄乌战场上，乌克兰军队的无人机万里奔袭俄罗斯空军基地，展开蛛网行动，炸毁了多架俄罗斯战略轰炸机。在计划实施前，乌克兰对无人机进行了 AI 算法训练，对战略轰炸机和预警机进行3D 建模，训练 AI 在无人操控的情况下自动识别这些机型，并针对发动机、油箱、挂载导弹等等部位展开袭击。那最近发生的这2次局部战争，一个呢是颠覆了空战，一个是颠覆了陆战，它们预示着未来先进算法战争系统的样子，而大数据和 AI 正是未来战争背后的关键技术。那么在硅谷有一家极具争议的公司正在为军事和商业应用加速研发先进算法，这就是 Palantir。Palantir 呢以2个案例名声大噪。那么第一个呢是通过分析海量数据和情报，协助美国军方呢找到了本拉登。那么第二呢是帮助多家大型银行追回了庞氏骗局的数10亿美元。而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 Palantir 的联合创始人兼 CEO Alex Karp 也是硅谷科技圈典型的右翼代表人物，成为了第一个亲赴战争前线的美国科技公司创始人。他接受《时代周刊》采访的时候说，俄乌战争很可能是地表最后一场主要发生在物理世界的大规模战争。以前战争是控制物理世界的斗争，而未来的虚拟战争则是算法之间的冲突。2024年 Palantir 放出的广告语简单而有力，结尾处几个字 Battles are won before they begin， 战斗尚未开始就已经分出胜负。言下之意正是强调算法对军事力量的强势加持。那如今呢，随着硅谷右翼崛起的趋势， Palantir 几乎成为了美股当中的国运股代表啊。那同时呢，顺着 AI 浪潮， Palantir 希望通过 AI Agent 来将 AI 算法应用于军事和商业领域的公司，帮助政府、军队还有企业快速提效。这种双重加持让 Palantir 从2023年初至今股价大涨15倍，涨幅超过了英伟达，被散户们追捧为 AI 信仰股之一。同时 Palantir 的市盈率高达520倍，让公司跻身美国科技市值前10名。那么在视频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声明一下，这篇稿件呢，我们不设立场，单从技术和商业市场的角度，试图来打开 Palantir 的神秘黑匣子，看看这家公司到底是做什么的，它的算法到底厉害在哪里。我们也和特别研究员一鸣一起来探讨一下，华尔街是如何看待 Palantir 这样的 AI 信仰股和所谓的美国国运第一股的呢？同时呢 Palantir 背后的2大硅谷领袖 CEO Alex Karp 以及董事长 Peter Thiel 正是目前强势崛起的硅谷右翼浪潮的领军人物。我也非常好奇他们的思想是如何构建的，因此呢我们也是分别读了 Peter Thiel 的传记，还有呢 Alex Karp 不久前刚出版的自传非常有争议的2本书试图来解析一下这家硅谷最神秘的 AI 公司。作为一家成立于2003年的大数据公司， Palantir 即使在成立多年之后也鲜为人知，神秘程度可见一斑。主要是因为 Palantir 起家的重要客户是美国军方，而打入军方得到信任获得订单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这本 Peter Thiel 的传记 The Contrarian 翻译过来是逆势者，里面呢详细的讲述了 Palantir 早年的崛起细节啊。在成立的前几年， Palantir 绞尽脑汁想要打入美国军方获得合约。逆势者中写道，公司最开始将目标对准那些愿意尝试新事物的军方中的中层指挥官，提供免费的软件版本供他们使用。
这些指挥官被 Peter Thiel 称之为工程师兼销售人员，他们如果觉得 Palantir 的软件产品好用，自然会说服军方内部。这个策略是奏效的，几年时间当中 Palantir 更是从下到上培养了数位这样的军方内部的游说力量，这就包括陆军第2步兵师第5斯特赖克旅战斗队队长哈里·滕内尔上校，在2010年年初就说服了美国陆军购买了 Palantir 的软件用于阿富汗作战。这个软件在阿富汗战争的使用引发了时任驻阿富汗美军情报主管迈克尔·弗林的注意，而弗林之后更是成为了奥巴马政府的国防情报局局长。那另外一条线呢，还有 Palantir 的游说代表特里保罗，他成功游说了众议员邓肯·亨特在国会中举行听证会，也是帮助 Palantir 争取到了不少机会。不仅是军方，还有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也是 Palantir 的大客户，是购买了后者开发定制的软件，实现整合的信息检索和提取及分析关键信息。而在华盛顿拥有日益强大影响力的 Palantir 也越来越强势，甚至不畏惧将政府和军方这样的大客户给告上法庭。2016年 Palantir 成功赢下了起诉美国陆军的官司，理由是美国陆军拒绝考虑商业上可替代其现有数据和分析平台的方案。至此美国陆军开始从原来具有垄断性质的雷神公司与 Palantir 2家公司中选择一家来开发未来的情报平台。在2019年3月 Palantir 赢得了整个合同，这是政府第一次选择一家民营的软件公司来领导国防项目。而 Palantir 能最终获得美军的青睐，不仅仅因为华盛顿的游说团体，还有扶持内部人脉以及司法手段上的魄力更重要的还是因为软件服务产品得好用才行。在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军几乎每个人都认识到需要有更好的情报系统来评估特定道路的安全性，识别炸弹和抓获敌军。但让很多情报人员沮丧的是，他们虽然已经掌握了所需的情报，比如说曾经袭击的记录和地点，使用过的炸弹制造材料类型，被俘叛乱分子的指纹扫描结果和手机号码，以及被美国情报机构招募的叛乱分子的报告等等。但这些信息存在于几百个政府系统当中，任何人只要获得适当的许可都可以访问。但是要想把这些信息综合形成有用的结论，比如说巡逻队在计划访问邻近村庄的时候，到底应该采取哪个路线，几乎是不可能的。Palantir 的 CEO 卡普在他的自传《技术共和国》中写道，他认为这里面的结症在于军队软件系统的设计者，包括当时政府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程序员，他们与软件的实际用户，也就是战场上的士兵和情报分析师相差太远。用互联网产品的话说，就是用户与开发人员之间的鸿沟太大，根本无法理解真正的需求是什么。那么 Palantir 怎么去理解真正的军队对于软件和数据的需求呢？它的产品到底好在哪里？那么接下来这个章节呢，就让我们来深入神秘的 Palantir。虽然说 Palantir 非常神秘，很多信息非常的不透明但是因为它现在好歹是一家上市公司了，所以呢也有不少的信息我们是可以挖的。那如果你细看 Palantir 的业务你会发现它还挺独特的，没有明显的同行可以参考，也不能完全的归入一个确定的分类。它被笼统的认为是一家 AI 公司，但是深入研究后呢，你会发现它既是一家数据公司，因为呢做了非常多的数据集成，那同时呢也是一家 AI agent 公司，它的核心产品 AIP 呢就是一个企业级的 AI agent 应用。那与此同时呢，它还是一家类似于麦肯锡和艾森哲这样的咨询公司，它会给各行各业的公司提供 IT 的咨询和 AI 解决方案。它还是一家国防公司，因为它有一半的收入呢来自于政府和军方。那么 Palantir 到底是一家什么公司呢？这里的关键词是定制化。这就很有意思了那如果 Palantir 是一家 SaaS 公司，所谓的 Software as a Service， 那么绝大部分 SaaS 公司我们知道都是尽量把自己的业务呢做到标准化，因为这样才好快速的复制去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但是 Palantir 一开始就走的是定制化的路线，在与企业客户签订合同之后呢，他会派一队工程师去到公司的内部，深度的了解公司的业务模式，去挖掘基础数据，然后呢去做一个定制化的 AI 系统部署。那么这种定制化是硅谷公司们极力避开的，因为模式实在是太重了。但是 Palantir 硬是把这条路给走通了。
更有趣的是，市场对 Palantir 的想象力并不完全来自于政府订单，因为如果只是政府订单，那么市场的空间的上限是很有限的。特别是现在美国政府还在不断削减开支的情况下，政府订单的作用是提供一个稳定的现金流，但是想要打开公司增长的天花板，还是要针对商业领域的业务。在商业领域 ，Palantir 针对的客户都是大企业。前20大客户平均每年花费7000万美元来购买 Palantir 的产品和服务，而确实只有他们才付得起 Palantir 的这种定制化服务。这些大客户包括了空中客车、摩根士丹利、默克、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等等。它本身就是定制化，而且它贵，但这个贵是有道理的。因为它是真的能给企业解决很多的效率问题，比如说空客他去造飞机，对吧？他用 Palantir， 他是花了几千万，对吧？去让 Palantir 给他定制这个软件，但是他造飞机的 ROI 提升了25倍。那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节省他的预算的呀。2025年第一季度数据显示 ，Palantir 拥有769家客户，季度营业收入在8.84亿美元。如果换成年度收入，平均每个客户的收入在400万美元以上，这以软件行业的标准来看是非常高了。并且 Palantir 的前20名客户贡献了14亿美元的收入，占总收入的41.5%。那么换句话来说，与大多数软件公司相比 ，Palantir 最大客户的收入比例非常高。定制化是否价格昂贵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给 Palantir 花的这些钱能不能给公司们带来足够的价值。那 Palantir 呢，并不是普通的 MySaaS 软件，而是在为不同企业去建立一个定制的 AI 大脑，而这些大脑凌驾于所有公司原有的数据和软件之上。那么 Palantir 它到底提供了什么产品？很多买了 Palantir 股票的朋友呢，可能也说不清楚 Palantir 到底在做什么。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详细的拆解一下。但它的核心产品线主要有4个，分别是 Gotham、Foundry、AIP 还有 Apollo。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给大家详细的拆解一下这4大产品。那么第一个呢，就是 Palantir 的 Gotham。那这呢，可以说是 Palantir 的起家本领军事和情报分析产品主要呢服务于政府机构和国防部门。Gotham 的核心是整合多元数据，特别是那些看似毫不相关的信息整合到一起，通过数据分析来发现金融诈骗、阻止恐怖袭击或者应用于军事领域。这里的看似毫不相关的信息，具体来说包括各种信息来源，比如说卫星图像、监控画面、银行流水、邮件来往、录音、个人出行、交通罚单、医疗记录、指纹信息等等。通过把它们交叉整合，发现其中异常，来帮助分析者快速或者洞察力优化决策过程，甚至提前预警，防患于未然。这款产品的客户群包括 CIA、FBI、美国军方还有北约等等。那我们请硅谷101的特约研究员一鸣结合一段动画给我们解释一下 Gotham 到底是如何运作的。Gotham 其实已经用在了俄乌战场上，比如指挥官在电脑上输入目标的坐标，然后算法就可以自动去计算开火方向和目标的距离，并且把任务分配给性价比最高的武器。这个机制其实它跟打车软件 Uber 很像，一个是把乘客需求分配给最近的司机，而 Palantir 则是聚合更多信息，把打击任务分配给最优的炮兵或者是导弹。最终 Gotham 还要去统计结果并反馈给算法，经历一个自我学习的过程。当然，以上还只是一个武器管理系统和统筹战力的单点应用。Gotham 更强大的地方在于，它可以提供一整套由 AI 驱动的作战系统，提供从太空到地面的整体的决策优势。以前可能需要2000个人来做决策的过程，现在可以减少到20个人。首先是 Gotham 可以去整合大量信息，变成一个战场助理，地形如何，敌人在哪里，什么装备，你有什么可选的武器和部队，备选的作战方案有哪些，这些都可以由 Gotham 自动生成，最终给到指挥官。这个时候指挥官做决策的效率就会高很多，因为他已经获得了几乎所有的信息，在行动之后，后续实时的进展和对未来的预测 Gotham 也一样可以生成。当然在这个过程中Gotham 到底有没有用，它是被军方视为上帝视角，还是当成中看不中用的花瓶，核心就在于 AI 到底能不能发现那些以前容易被人类忽视的深层信息。当然 Gotham 已经证明了自己有用，在我们前文提到的阿富汗战场上，有一件一直令美军头疼不已的问题，就是路边地雷。后来 Gotham 就被用来寻找那些买地雷的敌人。Gotham 曾经发现了一个戴着紫帽子的当地人，这本来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一幕，但是当系统发现这个颜色在当地非常罕见，通过持续追踪这个异常特征，再结合其他的行为模式分析，最终发现这个人正是在当地埋设地雷的恐怖分子。更为有趣的是，在当地村民后来知道了这个神奇的系统，竟然跑过来问美军能不能帮助他们去找谁偷了他们的羊。
另外，在军事情报领域 ，Palantir 最知名的案例就是帮助美军找到了本拉登的藏身处。Palantir 帮助情报人员构建了一整套人物知识图谱，精准筛选出了关键人物的出行记录、通讯联络、资金流向等等蛛丝马迹，最终锁定了本拉登唯一的信使艾哈迈德，然后再通过监控这位信使，发现他频繁出入于巴基斯坦的一处院落，并且这个院子有6米的高墙、带刺的铁丝网、2道安全门，墙体厚度可以抵御重火力。院内自主焚烧垃圾，从来不往外面倒，住户呢也从来不出门，邻居呢还曾经目睹过这个院子里的人在贴着墙走。这个行为很奇怪，他可能是为了防止空中侦察拍到他们的脸。这些可疑的迹象综合到一起，它都是很重要的线索。最终美国军方锁定了这就是本拉登的藏身地。在讲述本拉登被击毙经过的终结的 Finish 一书中，作者马克·鲍登就写到 Palantir 的软件是名副其实的杀手级应用。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为什么好呢？因为以前这些东西只有人做，就是我人首先我得自己画个作战地图，然后我人去告诉你敌方的人干嘛，我方的人干嘛，而且这个往往不是一个人告诉你的，是很多个人，然后战术参谋又有一批人，对吧？这就乱了，这个效率肯定不会那么高。但是现在我就等于是所有东西都融合到一个 APP 里，你卡梅伦你自己看就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高层做的事情，就是极致的这个决策效率的提升，而且这个决策效率的质量还高，因为它就是把这些所有的物理世界上的这些信息，它有能力都融合到它的一个 APP 里面，这个是 Palantir 最亮眼的地方。那第2个核心业务呢是 Palantir 的 Foundry。我们知道 Palantir 在大力扩展商业订单，同样的技术呢也可以应用于商业领域。那么 Foundry 呢就是 Palantir 针对大企业应用的产品。那通过整合大企业的海量数据，用算法去发现其中的异常。在金融领域呢可以发现诈骗或者资金上的异常，在供应链制造业领域呢，则是用来帮助企业提升效率。我们在和一些投资 AI 应用的投资人聊天的时候，对方认为当下阻碍 AI 应用于企业客户的一大困难，就是原始数据来源过于繁杂，以及数据孤岛问题，导致很难真正切入企业的工作流程。而 Palantir Foundry 就是针对这个问题而诞生的。Foundry 的本质逻辑与 Gotham 类似，只是 Foundry 是针对商业领域的。Foundry 也是将分散在企业各个地方的数据整合在一起，这里不是简单的整合，而是与公司的运营逻辑一起做结构化的融合。其中应用的逻辑就是 Palantir 的本体论 Ontology， 这一点我们在后面会聊到。Foundry 在各行各业里都有应用，从电力、石油、汽车、航空航天到制造业、零售业、物流、金融、医疗等等。比如在航空航天领域，空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空客的供应链非常复杂，一架 A350 飞机由500万个零件组成，通常需要数百个团队一起打造。这些团队呢，分布在4个国家和8个工厂，而推动生产的各种数据，比如生产计划、排班计划、零部件交付、工单、质量管理等等，也都分散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团队手里。这就导致空客在生产的过程中没有一个人能回答关键的问题，比如说在某个时间点，你要想知道生产的某架飞机到底进行到了哪一步，每个团队都只能根据自己获取的数据做决策，而没有全局考虑，这就导致整个交付速度被拖慢。而要想提高 A350 飞机的交付速度，这背后其实是一个数据整合和数据协作的问题。Palantir 派驻了一个工程师团队到空客，将所有关于日程安排、人员轮班、零部件交付和质量问题都整合到了 Foundry 的平台中，并创建了一个统一的用户界面，为参与 A350 生产的所有人员提供规划指导和故障排除。空客的供应链管理人员可以通过这个系统清晰地看到每一个环节的实时情况，比如供应商的交付进度、生产线上的产品状态以及物流运输的位置。Foundry 内置的 AI 模型也可以预测某些环节可能出现的潜在问题，比如基于历史数据和外部变量，像天气、罢工这些情况，还有哪些供应商有可能出现交付延迟，并且根据这些预测给出多种解决方案，甚至还能对比这些办法的好坏。在食品行业，比如泰森食品就利用 Palantir 的 AI 技术来管理产品分销和库存。这个问题一直是食品行业的痛点，很多产品的保质期非常短，但客户需求呢又很不稳定，一会儿大一会儿小，这就导致供需往往很难匹配，造成浪费，拖累利润。Palantir 的解决方案是通过整合销售数据、库存数据，根据不同地方的销售历史和实时需求，及时去调整库存的水平，合理安排产品的配送，以确保产品在保质期内就能够销售出去，以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那这就是 Foundry 这块业务，感觉市场潜力还是非常大的。当然啊，也有小伙伴们会注意到 Foundry 呢其实很适合变成一个第三方平台，毕竟呢它涉及到的行业实在是太多了，而且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些 know how。那这也没错，
Palantir 呢，现在也是在尝试去做这件事情哈。Foundry 呢是具备开放的 API 和数据格式，允许呢多样化的分析工具接入，从而提供多样化的高级分析能力。如果在未来能够吸引更多优质的 agent 创业者加入，就类似于苹果的应用商店生态。而我们都知道，苹果的 App Store 生态才是它高毛利率的核心引擎。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Palantir 的第3块杀手锏业务 AIP。那么第3个业务呢，就是 Palantir AIP 这款产品呢，在2023年推出，是这一波 AI 热潮下的明星产品啊，也是支撑它最具潜力 AI agent 故事的基石了。AIP 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产品，而是一个类似于基于 Foundry 的交互插件，让你能够轻松的去调用市场上的大语言模型，比如说 ChatGPT， 并与 Foundry 的能力相结合在一起，那几乎呢是开箱即用，傻瓜式操作啊。AIP 的核心是应用层面的，它做到了可视化和去代码化，大大降低了非技术人员使用 Palantir 各种功能的门槛。企业客户不再需要雇佣昂贵的软件工程师，甚至不需要数据工程师来参与项目落地。非技术人员就像与助手聊天一样，来完成原本很复杂的技术操作。AIP 可以说是把使用 Palantir 产品的门槛从天上拉到了地下。AIP 就是 Palantir 的 agent 产品，这也是 Palantir 在商业市场上获得高速增长的核心武器。我们来看2个有趣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在制造业的场景里，在内华达州松下能源的工厂里，这里正在为电动汽车生产数百万块动力电池。工厂是由一个由350人组成的设备维修团队。不过别忘了，在美国很多地方的产业工人都是不够的。这家工厂就位于内华达州的里诺市，这座城市以博彩而闻名，全球最大的老虎机公司的总部就在这里，所以这里没有任何锂电池制造业的基础。对于松下能源来说，要想招到有经验的技术人员，简直是天方夜谭，能招到人就不错了，很多时候都需要从零培养。动力电池工厂里的一个核心设备是转绕机，它是把电池的正极、负极和隔膜组装在一起。但当车间里有数百台机器，每台机器上都有上万个活动的零部件时，每天的数据量就非常大。同一时间，很多机器都会产生错误代码。如果你想要找到解决方案，培训师可能会告诉你，每个错误都有可能有多种解决方案，但只有一部分解决方案呢是以前尝试过的，剩下的就只能边干边摸索了。但如果这个维修团队都还是新人，这个效率就可想而知。后来松下能源和 Palantir 在一起，基于 AIP 开发了一款 Copilot AI 的机器人，称为 Autumn。 As we walk around, we can see that there's a flashing red sensor indicating that it's a cause for the error. Adam will then take that sensor data and start building out its recommendations. Before Adam, an MT would have to search a variety of databases and manually piece toge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which is a huge waste of time when you have a down machine right in front of you. Now, at their fingertips, MTs can see work that was previously done on this winder, the spare parts that were replaced, and the results of any quality investigations that took place recently. 松下能源工厂的系统里已经存在了超过100万张以前的工单，这里面其实充满了各种维修知识。Autumn 也就是 Palantir 的这个 AIP 产品，可以阅读所有历史上的维修数据，并按照从易到难的顺序进行总结，指导技术人员如何推进工作。在修好之后，技术人员会记录他们这次修复过程，录入系统，给整个数据库添砖加瓦。这其实就让整个新人团队从原本需要3到6个月时间的学习过程，缩短到短短几周就能上手。并且这款 AIP 产品还可以继续推出 2.0 版本，从以前出现了问题，再告诉你去怎么修，变成了主动预测哪里会出问题。未来松下能源还会在美国堪萨斯州的德索托再去建第2座电池超级工厂，这个时候这款 AIP 产品也能起到很大作用。第2个例子是在一些超市、仓库这种涉及劳动力管理的场景中，就拿超市来说，你需要管理收银员、购物车管理员、补货员，他就经常需要去看哪个货架缺货；还有酒水管理员、理货员，他需要去管理商品的陈列、去核对价签等等，还要去根据客流量的情况来调度不同的角色。这个时候就可以用 AIP， 它有一个动态调度系统。如果你是超市的老板娘，你不需要会写代码，直接跟 AI 对话就可以了。这是一个超市的工作流程透视图，它可以实时监控所有业务的流程和运行情况。You can see here, actually, this is a live application on the right. So you can see this. If I drag it around, I can actually interact with the application, just as I was showing in the demo before. Now, what's actually happening here is when I click on these things, we can see that this pane, for example, uses the resources and schedules and the save schedule action. That's pretty slick. So as I move around the actual application, I can understand what resources it's actually using.
你可以在这套系统里随时创建新的调度需求，如果这个需求与既定的规则有冲突， AIP 就会告诉你哪里起了冲突，如果哪里效率太低， AIP 也会发现并且告诉你这个地方效率太低，你应该怎么去优化。因为这套系统是实时的，它就非常适合用在这种劳动力管理的场景里，去降本增效。那 AIP 对 Palantir 业务增长的驱动作用非常的明显，在 AIP 刚推出的2023年第2季度，实际上是 Palantir 增长率最低的一个季度。那此后呢，我们看到每个季度的收入都在加快，毫无疑问 AIP 确实是促进了 Palantir 的整体增长率，这使得 Palantir 成为少数几家直接将 AI 货币化的软件公司之一了。Palantir 自己呢，也是毫不犹豫的将收入增长归功于 AI。2024年第1季度和2025年1季度期间 ，Palantir 的商业部门订单收入增长71%，而同一时间政府业务的收入增长45%。在美股市场 ，Palantir 也被市场投资者划入 AI 受益概念股的名单当中，从2023年下半年开始，股价飙涨。好，我们再来说一下最后一个重要的业务就是 Apollo。Palantir Apollo 这个产品主要用于 Gotham 和 Foundry 的软件部署和数据集成，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呢，就是解决数据安全和隐私问题。那我们再让一鸣加入我们，详细的来聊聊这个产品。我们知道 Palantir 的一个大的特点是定制化的，每个企业的数据格式和结构都不一样。Apollo 就提供了一个软件部署的基座，先把通用性的东西集成好，再在这之上去做定制化，同时还能自动更新和做版本管理，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这对 Palantir 那些传统企业的客户来说就非常有吸引力。传统企业问题是啥？首先它业务简单，效率本来就低，而且搞了好多年了，他们的数据库都很旧了，他们也没有能力换。那这个就是 Palantir 要做的东西啊，你结构又简单，然后我有 Apollo 能直接帮你换上，他们就要主打这个市场，他们是有优势的，所以它故事其实很大的，但我们还是要看它一步一步的脚踏实地吧，就是看它怎么做它这个业务。更重要的是，在企业端要想真正应用 AI， 数据安全是企业非常关心的。很多企业都想要一个部署在围栏里的数据库，而 Apollo 就特别适合用在这种高安全环境里，可以实现在隔离的系统中进行软件部署。Palantir 既然都能满足军事和国防的特殊要求，那么商业企业的数据安全理论上也绰绰有余。这一点也构成了 Palantir 的又一大核心优势。因为无论是谷歌、微软这些科技大厂，还是 Snowflake、ServiceNow 这些数据软件公司，总有一些业务是跟 Palantir 是有相似之处的。但是 Palantir 在数据安全、监管合规方面确实是无可替代。Palantir 确实有一点做得很好，就是它把这个 security 就数据隐私安全、合规、监管这些东西作为一个优先级放到它的平台上，因为它要做政府订单嘛。那政府订单里边，一来就是对这个安全系数要求很高，合规要求很高，所以他们也可以通过这些领域的经验，还有包括就是这个本身给他带来的公司的形象，都会让他更容易的去获得一些客户的信任。这部分也就天然的放到了他非政府订单的这部分。现在 AI 时代的话，反而这个层面上成为了他们的一个比较明确的优势。毕竟科技大厂们他们的很多商业模式其实是建立在贩卖数据上的，所以他们在企业端去推 AI 的时候，往往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才能让企业级客户放心把自己的数据分享出来。但对于 Palantir 就少有这样的担忧。所以呢，总结来说，这些工具呢，让 Palantir 那些20多岁的年轻人从西装革履的 IBM， 还有什么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手中抢来了客户。因为呢 ，Palantir 的产品部署速度更快，结果更加清晰。如果往更远去想 ，Palantir 这4大业务组成的平台，如果能够成为构建 B 端客户级 AI Agent 的关键技术层，覆盖各行各业的高价值场景，这将把 AI Agent 的故事呢推向更高潮。Palantir 的业务其实很难找到一个直接的竞争对手。在 UBS 的一篇研究报告中，访谈了23位 Palantir 的客户，而他们基本无法找到 Palantir 的直接竞争对手。而如果我们往更深层去看 Palantir 真正的优势，也就是贯穿 Palantir 各个产品的，其实是一个理论基础，这叫数据本体论 Ontology。它可以说呢是理解 Palantir 产品的一把钥匙。非常有意思的是 Palantir 的创始人卡普呢，他并不是技术背景出身的，他其实在德国攻读的是哲学博士但可能正是他的哲学背景造就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让 Palantir 难以被模仿。Ontology 本体论这个词是由17世纪的德国经验哲学家鲁道夫·郭克兰纽首先得出。
最开始它是研究存在的本质这样的哲学问题，但近几十年中，这个词被应用到计算机界，并且在人工智能、计算机语言以及数据库理论当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 Palantir 用 ontology 来命名它的核心概念，也是想表达如何通过结构化模型来实现现实世界中的各种事物、事件、关系转化为数据和算法，在虚拟世界中建立新的存在。那么这个稍微听上去有点虚哈，我们再让一鸣加入我们聊聊这个数据本体论到底是如何帮助 Palantir 崛起的。如果把本体论 ontology 应用在商业世界里，其实这就是如何用一种层次结构来表达一个特定领域的概念、特征、关系网络等等，给 AI 提供一个理解人类社会或者公司业务的知识图谱，再根据这个知识图谱去进行推理，做出行动。在现实世界的企业中，我们有非常多的这种层次结构，比如环环相扣的供应链。在给企业搭建新的数据平台时，本体论就是要去尽可能的复刻客户在现实世界中已经存在的一切关系，包括各种生产、销售关系、内部架构等等，几乎复刻出一个客户的数字孪生体，让客户能够以低成本完成从物理世界到数字世界的跃迁。用 Palantir 自己的话来说，本体论可以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是 data， 就是数据，第二个是 logic， 也就是逻辑，第三个是 action， 就是决策。首先是数据，这里边就有一个数据沼泽的问题。数据沼泽顾名思义，就是当你把各种各样的数据融合在一起后，因为背后的格式可能都不一样，整个数据库就会变成一片混乱的沼泽。当你想要通过某个具体的数据来分析问题的时候，就不得不在这片泥沼里艰难跋涉。那 Palantir 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呢？它是根据本体论的思路，把数据库按照知识图谱来设计的。Palantir 储存的不是数据本身，它储存的是这些数据之间的关系。当你需要找到某种类型的数据时，本质上 Palantir 就可以根据这些关系去寻找，效率会高很多。第二层是 logic， Palantir 会设计很多 model， 有小 model、中 model 和大 model， 分了3层。小 model 主要用来处理最原始的基础数据，更多是在定义层面。然后中 model 呢，它负责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大 model 就是做出分析和判断。这里面也是一个一层一层、层层递进的结构。第3是 action， 就是做决定，也是对应于最后的应用环节，就是说怎么能够把通过这些复杂数据所得出的结论，让用户能够更快速的理解，并且不需要这个用户懂代码。这一点也是 Palantir 的核心理念，尽最大可能去降低用户的使用门槛。对于很多在混乱的数据海洋里苦苦挣扎的 CTO 们来说，本体论非常有吸引力。比如一位来自非常传统的化工行业的 CTO， 在一次演讲中，他就分享了自己第一次听 Palantir 讲本体论时的心情。After one very unfortunate project, we were introduced to Palantir. Our CEO said, "Hey, you should take a look at this solution and see if it's something that we can use." And I almost wanted to retitle my talk, "You Had Me at Ontology," because the first time I saw the presentation, I was like, oh my God, this is a gift from the heavens. And fortunately, it turned out to be worth all the hype that was there. We were able to create the ontology, which was interesting to me, but I already knew it was messed up. The really cool thing for me was that now I had a diagram that showed how badly messed up it was. But they were able to do all the things that I think many of you already realize. They're able to hook into legacy systems, diagram it out, give a really excellent representation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当时这家公司刚刚收购了一个德国同行，但高管们随即发现公司的数据部门彻底不堪重负了，因为这2家公司的数据系统完全不一致，并且整个公司有多套 ERP 系统并行，数据冗余严重，团队耗费了大量时间梳理乱七八糟的代码，只是为了去确定这2种材料是否相同，这些产品是否是同一个，这严重拖累了效率。随后，这家化学品公司与 Palantir 合作，在 Foundry 上开发了多款应用来加速数据的清洗和分析，它彻底解放了化学家的创造力。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本体论如何运作的例子，相当于 Palantir 给这个公司建立了一个实时更新的数字孪生，枯燥的数据工作都扔给 Palantir 的 AI 来做，而真实世界里的化学家们就有了更多的时间去研究新的配方。那么 Palantir 这个底层思路本体论确实非常的有意思啊。不过对于 Palantir 来说呢，你看它的 AI 故事是一条明线，但是让 Palantir 异军突起，股价飙升 ，PE 呢超过了科技股7巨头平均市盈率10多倍的背后原因，还有一条暗线，那就是特朗普胜选以来呢，刮起了这股美国国运股概念风潮和硅谷右翼势力的崛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聊 Palantir 背后代表的这股国运力量。那尽管 Palantir 它不是一个消费品牌，客户都还是 To B 端的企业，但是它在散户投资者当中呢，已经是积累起了一批狂热的粉丝了。根据 FactSet 的数据显示， Palantir 大约1半的股票由个人持有。
这个比例是超过了深受小投资者喜爱的特斯拉。而比起马斯克与华尔街的不共戴天关系，Palantir和卡普明显更会玩投资者关系。Palantir 不仅直接允许非机构股东参与财报电话会议的问答，还专门针对散户投资者群体发表评论。在 Reddit 上有一个专门讨论 Palantir 股票的论坛，名为 r/PLTR， 拥有大约6万名会员。支持者们给公司取了昵称为 Philly， 还会抢购印有 Palantir 公司 logo的棒球帽和 T 恤。那我们跟很多投资人聊到 Palantir 的时候呢，对方经常摇摇头说，哎呀，看不懂。因为大家发现实在是无法用金融上的一些传统估值方法来看 Palantir， 因为无论怎么看都是太贵了。当然，首先 Palantir 的业绩没得说，它每次都能公布超出市场预期的财报。比如美股对于软件和科技类公司呢有一个经验法则，叫做 Rule of 40， 40%法则。简单来说就是增长率与利润率之和超过 40%， 这就说明这家科技公司有着很强的竞争力。谷歌的这个数字在 20%， Snowflake 在 30%， 而 Palantir 在最新的2025年第一季度财报中达到了 83%， 2倍于 40% 的基准。公司的回报率来源就两个嘛，一个是它的这个利润或者收入的增长，一个是它的估值的增长嘛，就这两个东西。如果我们维持一个比较乐观的，比如说它是一个 40%或者 30%， 对吧，年化收入增长或者它的自由现金流增长的公司，那 Palantir 在比如说90块钱的股价，它已经把未来5年的收入增长的预期都已经给透支了。就是说这个公司肯定，如果你纯看它的增长的话，它的这个价格已经打入了至少3年4年以后的光景了。但我们一般其实一个公司，你去往前看1年都已经很乐观了。就比如说像乐观的时候的亚马逊Meta， 对吧？这些最多就 price in 到26年中这样，但 Palantir 已经price in 到28年了，所以这个肯定是从这个收入端是一个非常高估的一个情况。那 Palantir 这种级别的估值呢，往往能够在增长迅猛的早期创业公司当中看到，但是在二级市场中确实非常的罕见。那能与 Palantir 一比的是曾经也暴涨过的软件公司 Snowflake。我们知道 Snowflake 在 IPO 上市不久之后开启了暴涨模式，市销率一度高达3位数，但在背后支撑的是超高增长。Snowflake 在2021年的收入增长高达 124%， 但是 Palantir 可没有这么惊人的营收增长率，在2024年的收入增长只有 29%。 其实本质上一个公司它的估值如果想往上走，要么是它的生意模式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比如说像 Palantir 它之前对政府是这个故事比较多嘛，它主要是给政府供这个软件的，它现在对商业它也可以有一个很强的故事，那这个时候它的生意模式改变了，对吧？那它估值理应该往上走。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要么就是它的这个有行业周期有变化，或者说它对它的技术有一个新的解释，让它的收入的清晰度 visibility 提升了，或者说它收入大幅增长了，对吧？这种情况下的估值可以 revise up。但我觉得 Palantir 这个公司，如果这个公司的EV 比 EBITDA 它在40倍以上，就是往往这种高成长的公司在40倍以上，那它就属于一个真的很非理性的估值了。那 Palantir 你不用 EV 比 EBITDA， 你用最乐观的 PS 估值、市销率的估值的话，它也已经在这个比如说70倍、80倍，对吧？那这个时候已经非常非常高了。除了它的收入增长和它的业务 visibility 提升以外，它还 pricing 了，比如说万斯就是下一任总统，对吧？或者说Peter Thiel 他又做了什么，把什么国外的政府的订单都给搞过来，但其实这个都不太现实。华尔街投行们则喜欢用 FCF 自由现金流来估值。UBS 给出了预测2025年124倍的 FCF， 对应80美元每股的价格，但这个水平依然是高增长软件同行 CrowdStrike 和 Datadog 的接近2倍。Morgan Stanley 则是给出了88倍的 FCF， 对应60美元每股的中性情况。无论哪种估值方法， Palantir 仍然是高增长软件中最昂贵的代名词。而如果用更传统的市盈率指标来看， Palantir 超过500倍。要知道，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前，诺基亚也是如日中天的公司，当时的 PE 也才100倍。特斯拉在2021年度过产能地狱之后是350倍，英伟达在2023年 ChatGPT 很火的时候是250倍。Palantir 的估值一方面让传统估值方法显得可笑，另外一方面说明投资人对 Palantir 的预期充满了乐观情绪，寄希望于它是一个比特斯拉、英伟达还大的故事。当然，用这些估值工具来解释 Palantir 可能本身就是徒劳，毕竟呢，在业务和基本面之外， Palantir 的一个核心逻辑就是硅谷科技右翼的崛起，而这样的情绪来到华尔街之际呢，传统的估值工具也许都不奏效了。
在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大获全胜，背后最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硅谷科技阵营的加入。硅谷的创业者、企业家、投资人的政治光谱发生了显著变化，不少人加入了右翼阵营。包括之前负责政府效率部的马斯克，被称为 AI 和加密货币沙皇的投资人大卫·萨克斯，还有像硅谷 VC A16Z 的 Mark Andreessen， 他也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们为什么转而支持特朗普。当然还有我们前面提到过的 Peter Thiel， 他们都希望重塑美国的科技政策。不满于硅谷科技的所谓 Pacification， 意味着科技巨头们变得优柔寡断和畏首畏尾，他们也怒斥在硅谷的政治正确风向。Palantir 的 CTO Sean Sanker 发过一篇国防改革，其中清晰地表达了对美国国防工业的不满。他写道，我们正处于未宣布的紧急状态，30多年来我们接受了一个停滞不前的国防工业基地，这个基地诞生于一个自满的没有竞争的一言堂。而这个一言堂指的就是美国国防部内部缺乏竞争，使得科技进步无法在政府内部实现。在柏林墙倒塌之前，美国只有 6% 的国防开支用于垄断型的国防公司，而绝大多数支出都流向了同时拥有国防和商业业务的公司。比如说克莱斯勒生产汽车和导弹，福特在1990年之前一直在生产卫星，通用模仿生产火炮和惯性制导系统。但在今天，这 6% 已经膨胀到了 86%， 而过于依赖垄断性公司的后果就是商业创新已经与国防脱钩。所以呢，卡普和 Peter Thiel 所代表的科技右翼梦想着将科技创新重新带回国防生态体系当中。过去几十年，硅谷精英们以标榜远离政治为荣，但是如今崛起的硅谷右派们正在强势反击这样的硅谷骄傲。卡普在他的书中写道，风险在于一旦美国人对民族国家的幻灭以及对集体防御的漠不关心，导致智力和金融资源被毫无争议的大规模投向满足资本主义消费文化中反复无常的需求，这导致美国丧失了文化抱负，科技行业越来越少生产真正具有持久和集体价值的产品，人们过多的将控制权拱手让给了市场的恣意妄为。I think the West, as a notion and as a principle upon which it is executed again, is obviously superior. And not acknowledging that, because by not acknowledging it or denying it, you could pretend you were smarter or better than you were, has led to enormous problems in our society. 但这里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哈，业界其实对于卡普以及 Peter Thiel 的相关言论呢是多有争议的。其中呢，很多批评者们认为这两位右翼代表的这些过激言论呢，主要目的是在于向政府兜售 Palantir 的服务与产品，而批判如今硅谷科技现状只是他们制造恐慌的方式。其中逆势者这本书其实就对 Peter Thiel 以及卡普进行了非常犀利的质疑，包括呢质疑 Palantir 的大数据服务到底是否有效，质疑找到本拉登到底是否是 Palantir 的功劳，以及呢质疑卡普和 Peter Thiel 的言行是否只是出于销售为目的。所以呢，在我们这部分的讨论硅谷右翼崛起之际呢，辩证看待他们的言论就非常重要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接着说说卡普的主张哈。卡普认为，如今全球50家最有价值的科技公司，美国占了其中的9%，而在这50家公司当中，占比最大的7家，苹果、微软、英伟达、谷歌、亚马逊、Meta 和特斯拉都植根在硅谷或者美国西海岸。这种财富和影响力的集中程度在现代经济史上是首次出现，但人们对硅谷所要求的回报太少了。硅谷工程师们被赋予了如此大的权力和财富，但公众应该要求什么回报呢？免费的电子邮件是不够的。所以呢，卡普很不爽美国社会的主流特征并非是公民或者政治，而是变成了围绕娱乐、体育、名人和时尚。而卡普给出的解法是要重建技术共和国，需要重新去拥抱集体经验、共同目标和身份认同。那么这也是他这本书名的由来啊。我们在之前视频中提到 Palantir 的董事长呢是 Peter Thiel， 这位 PayPal 黑帮的核心人物啊。如今呢，他也是硅谷右翼的核心力量，他也经常表达对美国科技界现状的不满。If we sort of think of, the Apollo space program as this last great, technological, scientific project, there's some sense where July of 1969, where we landed on the moon, and Woodstock started 3 weeks later. And, with benefit of hindsight, in some sense, that's when progress, scientific, technological progress
stopped and the hippies took over the country. I would say we are broadly progressing more slowly than we were 100 years ago. 此前 Peter Thiel 和卡普的这种非常右翼的观点在硅谷是极具争议，甚至呢是不受待见的。包括 Palantir 也一直在遭遇各种争议和抵制，包括人们反对警察使用 Palantir 的分析软件，因为可能会威胁到公民权利和自由。相反，亚马逊决定禁止美国警察部门使用其面部识别软件，而 IBM 则是更进一步宣布将放弃对面部识别能力的所有研发，因为 IBM 反对使用该技术进行大规模监视和种族定性，导致侵犯基本人权和自由。而卡普对于这些观点表现得非常的义愤填膺，他写道：国家花费了250亿美元保护驻阿富汗士兵免受路边炸弹的威胁，而当美国人的生命在本国受到威胁时，集体的反应却是冷漠和听天由命。似乎这些人的生命在判断是否使用某些软件的时候并不重要。美国许多当权者基本上放弃了解决暴力问题的责任，科技公司们一再被警告不要涉足这些领域。但如今事情正在变化，或许呢，正是因为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让硅谷科技右翼们有了更大的话语权。随着右翼风潮在硅谷逐渐崛起，卡普和 Peter Thiel 正在赢得越来越多科技领导者的声援和共识。比如说，著名的 VC 机构 A16Z 在募集新基金的时候，就以美国活力为主旨，关键词都是要投资于国家最核心的东西，以及符合国家利益才是最好的公司。他们的投资范围也不再避讳国防、公共安全、教育、工业和制造业等领域。Palantir 也正在与10几家硅谷公司谈判，计划组建一个科技联盟，共同竞标美国政府的项目，目标是要挑战美国的传统国防巨头，比如说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雷神等等。正在洽谈加入的公司就包括了马斯克的 SpaceX、OpenAI、造船商 Saronic、人工智能数据标记公司 Scale AI 等等。而在华尔街的二级市场上，以 Palantir 为代表的美国 Mega 国运股也正享受着估值红利，而硅谷与华盛顿正在进入蜜月期。其实我觉得更多反而是我提到的，是因为他看到了整个大的市场环境的一个市场机会的一个体现，地缘政治的影响、军工订单的提升等等等等。因为不管是谁当总统的时间是有限的，比如说 Trump 他其实只剩下3年多，然后呢还有中期选举。科技投资其实你想我们投企业并不是说布局说接下来2-3年这个公司退出，其实投资的话是投资接下来的7年甚至10年，所以不太可能单纯是因为现行的某个政策马上去聚焦某个行业的投资，更多的是因为大家都在判断说接下来的5年、7年甚至10年整个全球的地缘政治可能会处在一个相对不稳定的状态，那这种不稳定的状态会带来大量的对于军工啊、对于国防啊这方面技术创新的一个需求，那这些市场机会和潜在的预算就会成为可能的一个投资机会。也许硅谷从来都不曾远离华盛顿和政治，那么曾几何时，硅谷的仙童、惠普还有英特尔等等公司的员工能够吃饱穿暖，都得感谢冷战时期源源不断的国防预算。只是如今啊 SpaceX 和 Palantir 等等公司成为了新一轮的硅谷右翼代表，而不知道他们的故事能够讲多久呢？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硅谷101，我是陈倩。你们的留言、点赞和转发是支持我们做好深度科技和商业内容的最佳动力。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啦，拜。